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刚刚通过航拍的画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座山上面有很多废弃的窑洞，大大小小可能有几十个，还有一些砖砌起来的墙。那么很多人以为可能以前这里是一个村落，现在大家都搬走了，变成一个无人村。其实这里呢是一个以前大财主、大地主的院落，它这里分了好几层啊，跟我们平时看的地主院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准备上去看看。我是开车过来的，大概是开了快2个小时。来到黄土高原，到处都能看到窑洞。我们现在沿着这条马路嘛，去财主大院看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路口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。它这个地主大院算是一个城堡式的那个大院。我们航拍可以看到，它是有上中下3层的。这里还能看到很多这种城墙。就相当于以前他地主为了防止土匪来，修建了相当于是一个围起来的城堡。给大家看一下陕北的黄土高原，你看一下，天气是不错啊，但是就是黄泥土太多了。这边也是，感觉这个地方没有人生活了，因为算是比较偏僻。看一下。一起风，这个像沙尘暴一样的灰是特别多。拍完这个视频，我就要离开陕北，离开陕西，因为这边太热，黄土高原都是暴晒，我们有点受不了。本来是打算去山西，但是查了一下天气，山西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可能返回云南，后面可能进藏，暂时是这么安排的。我问了一下当地人，说现在还不是最热的时候，到了6月中下旬，温度更高。可能天气预报报30度，但是实际可能达到35度了，所以太热了，我们只能找凉快一点的地方。所以看完这个地主大院，我们就开始返程。它是叫做长胜寨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遗址。我是从那边开车过来的，到了陕北，开车还是比较顺畅。这边道路相对来说也比较平，弯也少一点。所以比在重庆、恩施那边省油一点，特别现在我这个车大。这里还有人居住哎，好像是在这里搞一些养殖的。前方那些窑洞就是以前地主大院的，这些可能都是他们经过修缮的。这里是一个小的城门一样，就是通道，也可以说是角楼，刚好是在整个这悬崖上的一个小地方，就能够看到下面的情况。我们这样看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就能看到下面的情况了。就是说，防御性的一个城堡，它4个角一定是有人守卫的，因为这些地方在古时候或者特定年代，土匪是很多的。这个地主大院是当时米脂县首屈一指的富豪修建的，是3兄弟修建的，并且这3兄弟都有功名。在古代大家都了解了，就是科举制啊，考举人这一类的。那么它是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，就是慈禧的儿子。后面在那个1917年，3兄弟把它完全建成。早期是他的父亲嘛，慢慢修建。离现在其实时间也不是太久了，100多年。100多年的地主大院，在全国其实很多地方都有，但这个地方通过画面可以看到，有点可惜，就是好多倒塌了，荒废的时间可能有一点长。特别是这种黄土高原，又是黄泥土，我感觉如果这里不整理修缮一下，可能差不多10年，这个地主大院可能就会消失不见了，泯没在这个黄泥土当中。我们往前走，我感觉这边不是路口，可能是一条小路，不知道谁弄上来的。这个地主大院它是分为3层，最上面的是整个财主放财产、粮食这一些。第2层是他们家里的那些
核心人员、财主、他儿子、女儿这些居住的。而第3层就是这一块，应该就是他们下人居住的。那么一开始是纯粹的地主，后面就变成了地主武装。在17年的时候，他建设完成，当时还招募了一些民丁，组成了一个地主武装，大概有1个连的兵力。因为当时属于治安不太好，很多土匪回来打他们的主意，所以呢就修建了一样城堡出来。它是经过慢慢修缮的，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防御型的东西存在。现在再去前面看一下，这里应该就是第2层，属于地主家里的人居住的。不过很多都倒塌了，那里面的窑洞还保存着。这里有一个大门，安且吉，平安且吉利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个窑洞有100多年，后期可能还有人居住过。这个窑洞感觉荒废没多久，在100年前是有地主居住，后面地主不知道去哪里了。那么后面可能就当地的村民住进来了。看这个痕迹，应该是可能才荒废了几年。报纸上就贴的这些有年份，2016年，那起码16年、17年可能还有人在这里住。杂草丛生，残砖断瓦，这个就是石碾磨东西的。陕北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，这里有石碾、石磨都存在。那这里当时住了人还不少哎。这里又是一个院落，为什么会说又一？因为这个地方是由于3个兄弟建造的，所以呢，像这种门楼就有3个。他3兄弟每个都有娶家，每个都有小孩，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是分开的。你像这里是一个院落，旁边这里进去也是一个院落，那这里就是像2兄弟他们传承，就是在这里。残砖断瓦，里面可能布局都差不多，都是窑洞式的。我们看看能不能去上面看一下。这上面他们当时还加了一个屋檐一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防水。而且这个上面这些横梁还有雕刻，再这样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宏伟？陕北的地主大院跟山西还有南方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上面就是他们储存财物粮食的地方。站在这个地主大院上面看远处的风景，感觉还可以。这些地方露营还不错。这里应该就是真正的主入口。往下走一走，看看它门上有没有什么字。那么以前这里可能就是有一个门，这个洞可能就是门栓吧。还真的是常胜在，在这里是说长期的长，我们资料看到是属于经常的长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上面还什么时候建造完成？就是1917年建造完成的。这里就是主入口，从这里一进去，如果往左边上去，就是放粮食和财产的地方；如果直接走，就是他们那些地主家里人居住的。然后如果往右走下去，就是下人居住的，都是一些大的石头。那么这个地主大院其实也是建了很长时间嘛。走上去看看，大太阳，哎呦，黄土高原灰太多了。哦，越高视线越好。
一层一层建造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也是根据山体来建造，不像我们在平地上看到的。这里到了最上面了，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跟下面有点区别，就是因为这是他们之前放财产的地方。它这里的出入口其实很多，东南西北一样的，这里又是一个。这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。当时它有一个连的兵力，所以在这个地主大院上面到处都有人值班站岗的，因为它四周都有人能够进来，所以门更多，也需要有人守卫。这里走下去又是一个山谷一样，在黄土高原这样山谷是特别多的，对面也是有。在这个地方也能够体现这个财主的实力雄厚。这些窑洞放财产的就没有刚才我们看的那么大，它放粮食，这些都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，也不是用来住人的。而且它这个窑洞不是说在黄泥土上挖出来的，直接是现在建造了一个，就我们盖房子下面用石头弄起来，上面再压了一些黄土，它是这么弄的。这上面种植的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果树。这个以前这里就是一户人家，我估计这是排老二。为什么？老二在中间，老大在那一头，老大的房屋最多，老三的房屋最小，确实非常精美，但是就是全部废弃了，很可惜。毕竟也是属于100年前遗留下来的。到处都是残砖残碎的石头。其实我们现在是站在窑洞的上面，那这里有一个东西，大家猜是干嘛的？我们一开始说它这里解决了排烟，现在就能看得到了。这就是他们在窑洞里面看不到烟的原因，通过这些排出来了。这里也有啊，好多个。所以根据时代的发展，技术的发展，窑洞也是有一步步的发展的。左边2个院落我们看完了，中间这里还有排水的，为什么会放在这里？镜头转过来，这个上面是一些草，下面就是另外一个院落的窑洞。3兄弟嘛，这里可是老大，所以呢，这个上面就弄了一条排水沟，不会水弄到这边去。然后我们往这边看一看，这一个院落的窑洞就是最大，那个相当于是门楼。我们是在中间那一层，那么这个下面还是窑洞，就是当时那些下人居住的，包括后面土匪那些兵丁。好多倒塌了。那么这些大家猜一猜是干嘛的？里面是主人的卧室，旁边这个不知道是后面弄的还是当时一开始就有。这里房屋就很多了，那么可能一家之长在这里住。这里现在还有人养了羊，这羊不怕热嘛，一直在这里晒，我们都感觉热，它不感觉，奇了怪了。修建这样的地主豪宅，他们有宝贝没有？传说是有宝贝啊，因为那些地主一夜就消失不见了。有宝贝，那宝贝去哪里了？也没有人挖到，也不知道在哪里。这里又是一个石头的拱门，这边门很挺多啊，相当于是后门吧。在前方还是有很多窑洞的，感觉是有人住。那这里也是有人住的，可能是新修的吧，我们就不过去了，不打扰人家。刚刚我们在上面看了地主家里人住的，那这里呢就是他们那些下人住的房屋。
窑洞。这里荒废的可能时间更久，上面在5、6年前还有人住，那这里估计不止啊。瓶瓶罐罐，这里当时是一个大的厨房，这个是最下面的一部分。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，因为都是一脉相承，石头门这些。他这里建的窑洞，只有大户人家才能住，一般老百姓在那个年代建窑洞不可能弄这些石头，因为成本很大的。1、2、3，那这些应该是当时他那些地主武装，就是我们说小部队居住的。当时在这个上面练习，相当于一个操场训练，然后住了，就在这里，有点类似营房。一座山都有点感觉被掏空了。为什么？窑洞都是在山里面，有好几层，所以呢都掏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地主大院我们就看完了，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同一般？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地主大院？我也是第一次见了。